欢迎来到广东潮汕。Welcome to Chaoshan。潮汕一半是庙宇，一半是南洋风情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4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珍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汕头旅社。汕头旅社呢，是几乎每个人来汕头都会来拍照的一个打卡点。那我们今天的旅程呢，就会从这里开始。大家看，真的超多人的。来汕头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坐高铁到汕头站。当然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买错了票，到了汕头南站，那就需要打车40分钟才能到汕头著名的景点小公园。但来汕头南站的高铁会路过海边，你可以欣赏海景，或者下了高铁之后可以直接去海边逛一逛。但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呢，是去汕头的市区。大家看前面就是潮汕小公园最标志性的建筑，但是呢，下面都是人。就只有这个亭子啊，到这里呢，就是等于是潮汕的小公园了。人超级多，这是3A 级的国家景区。它这边有一些建筑就比较有特色。有那种南洋风格。Hello， 豆包，为什么汕头这边有一些古建筑都是比较偏向南洋风格的起楼？这主要是因为近代汕头作为通商口岸，大量潮汕人下南洋谋生，返乡后带回了南洋的建筑风格，与本地传统建筑融合，形成了南洋风起楼。汕头小公园位于汕头市金平区，以中山纪念亭为中心向外发散，是中国建筑面积最大的近代骑楼建筑群，多数为向南洋的华侨返乡投资建设的。在汕头点一杯这个油柑加黄皮，黄皮味道比较重，那没什么油柑味，还可以。喝这个油柑，喝完嘴巴会麻麻的。拐进一个巷子里面，感觉都是商业街来的，所以必须的话，重点要去看一些景点。最近对商业街确实没什么兴趣，然后像这种骑楼啊，毕竟很多城市都有，但是它这边骑楼有一些地方还是蛮漂亮的。这边应该就是妈祖庙。老妈宫始建于清嘉庆年间，汕头开埠前留存的历史古迹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91年重建之后的样子，里面包含了天后宫和关帝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汕头的纯心。然后呢，他们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，主要呢是因为他们的这些，你看，他们这些画是采用了那些嵌瓷工艺做下来的那些神话人物的故事。这里走原街吧，哈哈哈！都傻了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屋顶。屋顶也是有这种非常有潮汕特色的这种嵌瓷工艺做出来的绒，这应该是双绒细珠吧。然后在上面呢，看着旁边有很多的像这种神话故事，这个是雷震子救父。这纯心善堂，进去看一看。什么叫有车子有漆面？对呀，人有漆面吗？公交机器就100把和这种100多把。会有一些香客，像他这个是八仙桌吧，在我们福建那边呢，也有很多像这种八仙桌，就是那种
就是拜神的时候，我要上面会摆满很多的贡品，然后我来拜神。然后在汕头这边的话，基本都是像这种7楼建筑，和别的城市的区别倒不是很大。但是呢，他们那边的那些庙宇啊，也是蛮有特色的，要比这些7楼好看多了。虽然我们福建有很多庙宇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也看了，我们福建有很多庙宇啊，然后他这边潮汕有很多庙宇，所以我一般会对这种国内的这种古建，会比这种偏西式的古建要更有兴趣一点。我现在回头看这个剪辑，当时玩的时候逛的是有点混乱，因为是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。实际上最佳的游览路线的话，应该是从中山纪念亭开始，然后到喇嘛宫、纯心善堂、纯心公馆、汕头旅社，这样子去逛。后面呢，再去吃一点东西。潮汕的必吃吧，3姐妹常州。牛肉肠粉，老板要个小份的牛肉肠粉。点了一个牛肉肠粉，还有一个牛肉蒸面。哦，他们这边跟那个广州那边不一样，我喜欢加豆芽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菜。这粉也一样，要加豆芽青菜。它粉上面撒了沙茶酱的，有点偏咸了。老实说，在中国的3、4线城市啊，如果有一辆电单车呢，是会非常的方便。就像汕头这样的小城，如果你有一辆电单车，那几乎呢可以转遍它的全城，不管是每个景点呢都非常的方便。刚刚呢，在一家小店买了2个小吃，是潮汕这边的炸果，一个呢是绿豆馅的，一个是猪肉馅的。它这个绿豆馅呢，它这个样子啊，有点像春卷。尝试一下，很脆，它是刚炸出来的。不过呢，我也放凉了一会儿，它还是很脆。它绿豆馅的味道啊，它是特别的浓。再试一下它这个猪肉馅的，它这个猪肉馅的果啊，是有大块的肥肉还有瘦肉啊相煎在一起的，也是很脆。但是我个人呢会更偏向喜欢这种绿豆馅的，因为呢它没有那么油，因为它本身炸过的又比较偏油一些，所以呢里面再裹的肥肉会显得更油，所以我会更喜欢这个绿豆馅的。来到一个潮汕铁路的一个以前的老建筑，这边的人呢就不会像那个小公园那么多。没办法放那个。在潮汕铁路这个老建筑的背后啊，它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公园了。潮汕铁路是中国首条由华侨投资的民营股份制铁路，由张荣轩、张耀轩2兄弟于1903年筹建，主线南起汕头，北至潮安，后来延伸至义溪，总长42.1公里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潮汕铁路的这个建筑周围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建筑还是蛮好看的，甚至它附近对面的这些建筑都已经很多荒废掉了。对不对？
出了小公园那一块的潮汕市区，看着真的很衰败啊，都是一股破破的，而且很多房子都已经荒废了。这些应该都是上世纪建的公寓。嗨，大家好，刚刚不是说出了小公园之后嘛，然后汕头市区都很破败、很衰败嘛，就特别旧嘛，然后小区什么也都特别旧。然后现在就随便骑车，然后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，打车又很难打，结果又下雨了。不过呢，好在打了大概10几分钟吧，终于打到了一辆车，但是呢，它还是要10几20分钟才能来。车来了，准备去买个水果捞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加了什么？什么叫梅汁啊？这是梅汁，挺大一份的，比我拳头还要大，20块钱人民币。水果种类有草莓、莲雾、金桔、葡萄、苹果、柿子、哈密瓜。它这个水果捞在的地方蛮偏僻的，我刚才是打车过来的，叫什么？阿伯梅汁水果店，他生意蛮好的，但是到了晚上呢，应该不用怎么排队，一盒很大，比我的拳头还要大。但是刚才在打车的时候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个电动车突然窜出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差点撞到了。在潮汕这边呢，因为它电动车很多嘛，但是到了晚上，那路灯又很暗，所以说呢，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随时有可能窜出电动车来，所以会撞到你。还好那个电动车它刹住车了。Day 2。Hello， 我现在呢在汕头的这个广场轮渡，我现在打算坐这个轮渡去对面的那个确实风景区，就是要去爬那个山嘛。这个轮渡啊还挺便宜的，一个人呢只要1块钱人民币，大家就可以过去。而且呢，在那个轮渡上还可以看到汕头的这个景色，在那个轮渡上面拍照也很漂亮。OK， 你坐这个广场轮渡呢，只要用这个2维码扫码呀，就可以购票，只要1元1人。然后呢，首班车是早上6点20，末班车呢是晚上20点，就是晚上8点，每20分钟有一班。实际上，直接扫那个汕头神车码也可以的。不妨扫码。基本上你下了船呢，跟着这些人流一直走，就能到那个确实山景区。因为来坐这个船的，基本都是去确实山景区的。前面这个是英国的领事馆的旧址，现在好像在修缮当中，还没有对外开放，可以透过这个栏杆看一看。这个建筑看着还蛮漂亮的，就是上个世纪啊，那些欧美人在中国建造的建筑啊，都是这种风格的。很可惜啊，没有开放，还在修缮当中。大家看这边的景色还挺不错的，一个小湖。这里看着挺好看，打算去对面看一下。那对面从这里走过去，绕一圈，然后就可以从那里出来。里面走啊，这些小村里面的这小房子啊，还蛮有味道的。但是我看有一些已经都废弃掉了，都已经是那种危楼了。这应该是个村庄吧？感觉没有人呐，
这里真的有人住吗？好像有人住，就感觉是荒废掉一样。是有人住的，他这里的房子都还蛮有味道的。内养蓝犬，游客止步，这是私人住宅吧？哼，喵。又看到一只小野猫。哦，好多只小猫咪啊。哇，那个还是异瞳啊，一个眼睛是黄的，一个眼睛是蓝的。哇，一个已经荒废的楼。谁放的？漫长的银河里后会有期。你们说，到底是房子荒废掉了，人才走了，还是人走了，房子才慢慢荒废掉的？不过整体来说，潮汕地区啊，人口还是流出的状态，所以说会有一些荒废的房子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。这边很多都是危险的房屋，危楼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景吧？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景了。再往这里走就是景区了。这么小。荒废的老房子。然后你就一直往前走吧，然后走到这个塔山景区。这一路上还挺漂亮的，这个塔山景区呢，然后往上有那个索道，索道呢往下看也好看。开始爬山，然后去做那个索道下。老实说，这个山的风景还没有外面那个小径上面的好看。上面就是飘兰亭一个观景台。谁的帽子？想起来让一辆捡回去。飘兰亭。这一块不会这里是。去坐索道下山，索道上面的景色好像也挺漂亮。去排队买票，单程一个人22，来回是40。这里排队，好，排队。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确实景区的景色怎么样呢？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这视频，还希望大家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感谢大家，拜拜。